女人意外穿越到90年代8个孩子的恶毒母亲身上，原身被出轨丈夫家暴，被婆婆欺负，被白眼狼小儿子打骂，被女儿们怨恨，被全村人讨厌。穿越过来的我，于是果断放弃小儿子抚养权，带着6个女儿吃香喝辣，最后成了万人仰望的商界奇人。娘，求你别扔下我们不管。娘，我们错了。孟穗穗睁开眼，看见一群鼻青脸肿的孩子围在她身边，哭着叫她娘。突然，脑袋里被强行灌入一些不属于她的记忆，孟穗穗惊得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娘，您终于醒了。您从昨晚一直昏睡到现在，我们差点就以为娘。来弟，快去给娘倒杯水。娘，喝水。我准备跟你们的爹离婚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话音未落，6个女儿皆是一脸不可思议。娘，您真想跟爹离婚？不出意外，今晚我就会去找你爹聊离婚的事。唉，算了，你们说的也不算，我先跟你们爹谈谈，再做打算。咱家还有什么吃的吗？大女儿急忙从厨房拿回半个窝窝头递给了她。你们吃了吗？娘，爹走的时候把家里剩下的粮食都背走了，仅剩的这半个窝窝头还是我偷偷给七宝藏起来的。这个杀奸刀出去和别人乱搞就算了，竟然还把家里的粮食全打走，那个畜生是要把他和孩子们活活饿死吗？这东西太噎人，我不爱吃。好的，娘，那我给七宝留着。听了大女儿的话，孟穗穗不禁皱眉。不用给他，你们6个分着吃了。此话一出，女儿们再次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是不是都皮松了？没听见我说话？赶紧分着吃了。我们这就分，娘您别生气。孟穗穗暗暗叹了口气，准备去一趟村长家。路过厨房时，脑袋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丁0.25米处发现食盐半斤。与此同时，他眼前出现一个透明屏幕，屏幕上显示厨房俯视图，图上有一处红色箭头，箭头指着的正是灶台旁放着的盐罐子。他纳闷地拿起盐罐子，这时脑袋里那个电子音又响起：半斤精品食盐，售价1元钱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卖！现在市场上1毛钱能买1斤盐，1块钱都能买10斤盐了，赚大发了，哈哈哈！丁0.25米处发现白糖1斤，1斤精品白糖，售价10元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天呐，白糖竟然比盐贵了那么多，卖！丁，今日交易的2次额度已用完，若想交易，请明天再试。孟穗穗有点失望，不过一想明天还可以继续交易，心情就又好了很多。娘，您抱着糖罐子干嘛？大女儿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孟穗穗吓得一激灵，连忙把钱塞兜里。糟了，我把盐和糖都卖了，被女儿们发现了怎么办？娘，咱家盐罐子怎么空了？糖也不见了。看见女儿们探究的眼神，孟穗穗灵光一闪。应该是被你们的爹拿粮食的时候一并拿走了。当时我全程都在家，不记得爹拿盐和糖了呀。行了，都别大惊小怪的了，我出去一趟，你们该干嘛干嘛。匆匆从女儿们的视线中离开，走到大道上，孟穗穗终于松了口气。大柱子媳妇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长媳妇语气不善，明显不待见她，走近看到她脸上的伤，皱了皱眉。又挨打了？有什么话进去说吧，你叔在屋里呢。孟穗穗跟在村长媳妇身后进了屋，交代了一声就转身出去了。王叔，我想跟刘柱离婚。村长王海江眼睛里顿时闪过一丝惊讶。你真决定好了？真要离？对，今天晚上麻烦咱们村的村干部在场做个见证，把家分明白了，免得到时候老刘家反悔不认账。其实他们根本没什么家产要分，无非就是破草房、土地，还有7个孩子。王叔，我家仅剩的一点粮食今天全被刘柱拿走了，我能拿钱跟你家换点粮食吗？我们家粮食也不多，你也知道，这年头谁家都不宽裕。王叔、王婶儿，之前的一些事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，不然也不会跟你们开这个口。孟穗穗说着，把手里的1块钱塞到村长媳妇手里。王婶儿，求叔和婶儿可怜，我家7个孩子，卖我一点粮食。跟我来吧。孟穗穗心里一喜，连忙跟着去了厨房。除了苞米碴子，家里还有点精面，是你叔上周去镇上参加答题比赛得的。你要是想要，我也可以分给你一点。要？那好，苞米碴子镇上卖1毛5一斤，白面2毛1斤，你分别要多少？那就要3斤白面，2斤苞米碴子，剩下1毛钱就不要了。叔从镇上拿回来，路费也要花钱。村长媳妇听完不禁一愣，惊讶地看了孟穗穗一眼。这女人什么时候这么通情达理了？这可不像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。孟穗穗拿上粮食就准备回家，临走前村长媳妇又塞了2个鸡蛋给她。你剩1毛钱，我给你2个鸡蛋，出去可别说我占你便宜。谢谢婶儿。行了，快回去给孩子们做饭，你家那几个丫头都瘦成竹竿了。从村长家离开后，孟穗穗赶紧回家，把粮食交给大女儿。娘，这粮食是哪来的？大女儿打开另一个袋子，
看到里面的白面，顿时惊呼出声。这是白面，竟然有白面！大女儿肉眼可见的兴奋，然而几乎是一瞬间，大女儿的眼神又暗淡下去。不会又是娘去姥姥家偷的吧？孟穗穗听了下意识皱眉，随后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唉，都怪原生太不是人了，给孩子们留下的都是什么破印象？这些是我用1块钱在村长爷爷家买的，中午吃面，你看看怎么做？这话并没让大女儿开心起来，反而眉头越皱越紧。所有钱库都被爹拿走了，家里哪来的钱？娘，你哪来的钱？是我之前怕你爹抢走，偷偷藏起来的。今天废话怎么这么多？赶紧去做饭。大女儿微微蹙眉，但还是拿着粮食去了厨房。多放一些，太少了不够吃。她说完就见大女儿又盛了半碗放进去。孟穗穗无奈摇头，走上前去直接往盆里倒了一半。娘这是疯了吗？这可是白面，娘你这是干啥？把这些全做了，鸡蛋也做了吃，熟了叫。我家男人趁我不注意，悄悄偷走了家里所有粮食，留下6个枯瘦如柴的女儿给我，家里也只剩下半个坚硬如石的馒头。为了让女儿们吃上热乎乎的大包子，我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点白盐跟白糖，买了1500克的白面，接上计。娘，饭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孟穗穗猛地坐起来，一阵眩晕过后，她走到厨房，看见大女儿把锅盖掀起来，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白面馒头露了出来。这包子是什么馅儿的？韭菜鸡蛋馅儿的，娘您尝尝。其他人呢？他们被奶奶叫去帮忙干活了。老大，你现在去奶奶家叫他们回家吃饭，就说。大女儿听完，面露诧异，连忙抬腿往奶奶家赶。大宝来了，快坐下帮奶奶干活。打小时候奶奶就知道我家大宝干活又快又好。切，宝贝长宝贝短，宝贝饿肚子你不管，还得让我们来把活干。呵呵啊，奶，营地手都这样了，您还让他干活？哎呦，还真是，你这孩子手都磨坏了，怎么不跟奶奶说？奶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您还说我娇气。被小丫头当中戳穿，老刘婆子面露不爽。你就是娇气，小小年纪手磨破点怎么了？谁干农活没磨破过手？奶奶这是锻炼你吃苦耐劳的美好品质，过来奶奶给你吹吹就不疼了。老刘婆子的话能忽悠得了老六，却说服不了刘招娣。奶，娘是让我来叫弟弟妹妹回家吃饭的，您这活是不是还没干完？地上还剩那么多苞米粒没脱下来，这是眼睛不好使看不到。这大孙女越来越不好忽悠了，还总跟我对着干，烦死个人。对，这不地上剩下这么多都没干呢。我娘说了，要是没干完，就让妹妹们干完了，在你家吃完饭再回去。奶奶最疼我们，肯定不会舍不得这点粮食。我们一共才姐弟7个，根本吃不了多少东西。奶奶您说对吧？对个屁！7个孩子吃一顿够我们老2口吃2天的了。家里粮食本就不多了，我可舍不得这么糟蹋。你娘说的对，奶奶最疼你们了，当然舍得给你们吃粮食。就是我还没做饭，你们想吃饭还得等一段时间，已经到饭点了，我看你们都饿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吃饭。奶，那你剩下的这些活怎么办？嗨，剩下这些活我自己就能干，你们快回去吧。刘招娣看着老刘婆子怕他们留下吃饭，急着赶走他们的样子，在心里冷笑一声。呵呵，奶奶，我不想回去，我想在你家待着。刘老太太不待见别人，可对这个大孙子却还可以。好，那你就留下，奶奶给你做香喷喷的野菜玉米糊糊。姐妹几个听到奶奶要给弟弟做玉米糊糊吃，顿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姐，你们回去吧，跟娘说一声，我这几天都不回去了，我要在奶奶家吃玉米糊糊。七宝，家里也有好吃的，跟姐回去。家里粮食都被爹拿走了，怎么可能有好吃的？我就不回去，就不。孟穗穗担心老刘婆子会难为几个孩子，想了想还是跟了过来。刚进院就看见大女儿扯着七宝的胳膊，七宝拳打脚踢拼命挣脱，嘴里还发狠大骂：赔钱货！你再不松开我，我就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行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老大，放开他！七宝见最疼爱自己的娘来了，急忙哭着就扑到孟穗穗怀里告状：娘，大姐打我！嘤嘤嘤！这小子还是个戏精，要不是我刚才听见这小子骂大女儿赔钱货还打人，我可能就被这小子的眼泪给骗了。老大媳妇，你瞧你把招娣教的，他怎么能打弟弟呢？我刚才让他停下，他也不听，太不像话了。与此同时，刘招娣把妹妹们护在身后，她一脸倔强地瞪着七宝，铁青的脸色透露了她对孟穗穗的畏惧。站好，说说怎么回事。我没打他，七宝死活不跟我回去，我一着急就想把他抓回去。刘招娣倔强地说完，攥紧拳头等着挨骂。七宝不愿意回就依着他，让他留在这儿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孟穗穗说完直接转身就走，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。没听见我说话是吗？此话一出，6个女儿连忙快步跟着孟穗穗离去。刘七宝看了看孟穗穗远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奶奶，小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
奶，我娘今天怎么了？她竟然没骂大姐他们。呵呵，谁知道你娘突然抽什么风？走，奶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大姐，娘今天好奇怪，竟然没干完活就把我们叫回去。娘今天还说要跟爹离婚，还把剩的半个饼子给我们分了，都没像之前一样留给弟弟。还有刚才娘竟然没骂大姐。娘今天很反常，回去都注意点。姐妹几个都不傻，听老大这么说，立刻在心里警惕了起来。好香啊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是啊，好香。娘今天买了白面和鸡蛋，是馒头和韭菜鸡蛋大包子的香味。这味道真好闻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吃到白面了。我也是，要是能尝一口包子就好了，就一口就行。别做梦了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咱们的份儿？孟穗穗洗完手出来，见几个女儿还在院子里转圈不进屋。原神真是造孽，看把孩子们都吓成什么样了。唉，都磨蹭什么呢？赶紧进屋洗手吃饭。洗手吃饭？我们也有饭吃吗？没听见我说话？你们不饿是不是？再不进来吃饭就都饿着。见孟穗穗生气，女儿们赶紧一溜烟跑进屋。你们现在每个人去锅里拿2个包子和1个馒头，如果不想惹毛我就速度坐下吃饭。此话一出，女儿们脸上满是不可置信，妹妹们不约而同地看向老大。老大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得到老大的应允，妹妹们赶紧去拿吃的，然后坐下，迫不及待地拿着包子吃了起来。你们不觉得包子馅特别辣吗？不辣，太好吃了。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这感觉跟做梦一样。谢谢娘。话一出，其他几个女儿也都低下头，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眶都红了。好啦，瞧你们这点出息，快吃饭吧，吃完下午跟我去上山。原本我只是想上山采点野菜，然后拿去城里卖了换点物资，却没想系统提示我前面有棵千年人参，还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发现了一窝野鸭蛋。接上集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你们3个一起做饭，用野菜配着鸭蛋做，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这10个鸭蛋这顿吃，留下2个明天早上做汤，饭菜要做够咱们7个人吃的量。老大你要做到心里有数。老4、老5、老6，你们3个把野菜按照品类分好，采了这么多，咱们也吃不完，剩下的野菜我明天拿到镇上卖。孟穗穗安排完就回了屋，她实在太累了，脑袋刚沾到枕头就睡着了。听娘的意思是晚上这顿饭有我们的份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了？七宝要是知道咱们在家里偷偷吃白面、馒头、大包子和鸭蛋，肯定会被气哭。还有娘今天好温柔，也没骂我们，搞得我都不习惯了。妹妹们开心地说着，幸福快要从眼睛里溢出来，直到她们注意到大姐沉重的神色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娘对我们好，你不开心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娘这次应该是真不想跟爹过了，所以才这么反常。大姐，你的意思是娘破罐破摔，反正也不想过了，就决定把家里现有的东西都败光了就离婚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良心发现，觉得之前对不起我们，想要在离开之前补偿我们。这么说来，这可能是咱们跟娘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妹妹们听了顿时安静下来，刚才因为发现孟穗穗对他们好出现的幸福表情瞬间消失不见，反而变成了浓浓的忧伤。这些都是你们仨做的？主要是大姐做的，我和三妹打下手。看到女儿们将饭菜做得这么丰盛，孟穗穗实在是惊喜，语气也没之前那么生硬。饺子是什么馅儿的？还有这几道菜都是什么？谁来给我介绍一下？这是荠菜鸭蛋水饺，这4道菜分别是刺老芽炒蛋、大叶芹炒蛋、小根蒜炒蘑菇和炸蘑菇。这个汤也是蘑菇做的。不错，坐下吃吧。说完，见女儿们不但不坐，反而都站那里一动不动，孟穗穗顿时感觉到异常。不对劲，莫不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你们这是跟谁较劲呢？发生什么了？先跟我说说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全都低下头不说话。老六，你来说。娘，您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娘不喜欢我们，跟爹离婚之后肯定会抛弃我们，马上我们就是没家的孩子了，说不定哪天就冻死饿死了。这是我们跟娘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，也可能是我们这辈子的最后一顿饱饭。身边传来女儿们压抑的啜泣声，孟穗穗抬手拍了拍六女儿的肩膀，眼神从女儿们脸上扫过。离婚之后，你们想跟我一起过吗？我们想不想有用吗？选择的权利从来都不在我们手里。我们想跟娘在一起，要是连娘也不要我们了，就真没人护着我们了。今后我们都听娘的，求求娘别不管我们。对，今后我们少吃饭多干活，肯定不碍娘的眼，娘别不要我们。我还小，娘我不想被饿死打死，嘤嘤嘤。女儿们边说边哭，都在表决心求孟穗穗心软，豁出一切想要争取一次活命的机会。这个家离不开大姐，那就由我来做这个牺牲。汉弟，你要干什么？老二没有回话，
控制住大姐的手腕，然后抬眼迎上孟碎碎的视线。麻烦娘帮我找个给的钱多的人家嫁了，我这张脸应该能换不少钱，到时候换来的钱都给娘，之后我也会尽全力从婆家偷偷拿东西补贴家里，作为交换，我希望娘能照顾妹妹们成年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有事儿一起扛。二姐，你不能这样。孟碎碎看着孩子们站在那里哭泣，立马出声打断。好了，你们要不要想听听我的想法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哭？看着女儿们听见她的话之后，默默站成一排，咬着嘴唇低低啜泣，不敢发出声音。先说明我的态度，我会尽全力争取你们的抚养权。如果你们的爹跟我争你们，我会为了你们放弃部分甚至全部财产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精彩极了，惊喜又不敢置信。娘说的是真的，娘会为了我们放弃财产。对，所以你们可以暂时把心放肚子里。娘，我说话算话，你有空就赶紧给我找人家吧。这老二怎么还想着这事？不会是以为他同意留下来是因为答应了他之前说的交易吧？你知道把自己卖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吗？还想偷偷从婆家偷东西给娘家，如果真那么做了，你在婆家的日子能好过？娘说的这些我都想过，为了妹妹们我愿意。孟碎碎看着面前的孩子们，准备以妈妈的身份给他们上一课。老二，我问你，如果我把你卖了之后，我直接拿钱跑了，你能对我怎样？你不能那样说话，不算话。我为什么不能？就算我口头答应了你，我不认账，你能怎样？你有任何证据吗？看着孩子们个个铁青着一张脸，孟碎碎更是直接气死人不偿命的说道：还是你们觉得我这个尖酸刻薄，常年虐待你们的娘是个会信守承诺的人？到时候钱已经到我手里了，你也已经自愿嫁过去了，一切已成定局，你的人生也已经毁了，那时候你再想后悔已经晚了。话音未落，全家最沉不住气的刘来弟冲上来跟孟碎碎理论：娘，怎么能这样？这也太不讲理了。刘盼弟一把抓住三妹的手腕，使了个眼色不让三妹说话。我说的这些你听懂了吗？懂了，可我除了赌你不会拿钱跑路之外，我想不到别的办法。呵呵，拿你的人生去赌别人的良心，而且是一个劣迹斑斑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人的良心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孟碎碎嘲讽的语气激怒了在场的所有人，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像发疯的小斗牛，他端起杯子淡定的喝了口水，又放下杯子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：第一，人心叵测，你能相信的人只有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不会背叛，要自己去保护想保护的人，不要指望和高估任何人，即便这个人是你亲娘。第二，不要用自己的幸福去赌博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想保护别人的前提是你得先保护好自己，只有你自己强大了，你才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强大，除了相信你没别的办法。娘，你说这些是想讽刺我们吗？那你们跟我说说，如果我是你会怎么做？作为家中大姐，我会主动去找村长，说明父母都不靠谱。作为家里唯一的成年人，在父母离婚后，申请由自己抚养妹妹们长大成人，让村长帮忙，尽量争取到更多的实惠。你们6个中有5个未成年，可以要求父母每个月给你们抚养费。你们出生的时候，村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分了地，要把地要过来，之后不管是你们自己种或者出租，至少都能获取点生活来源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些全都要落实在纸上，白纸黑字，并且要有村里人在场作证，这样就算之后父母双方有人反悔，你也能拿着这份协议去找村干部帮你主持公道，不至于什么证据都没有。孟碎碎话音未落，就见二女儿刘盼弟转身往外走。老二，你干啥去？我去找村长。像我说的，找村长要妹妹们的抚养权。不是，我要跟娘签协议，让村长爷爷做证人，娘就不能拿钱跑路了。不错嘛，会举一反三了。不过我孟碎碎用不着卖女儿换钱活命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老三最先反应过来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娘的意思是，没有二姐嫁人换钱，也不会不要我们了。见孟碎碎点头，老三高兴地冲上来，一把抱住老二。好了好了，你是准备勒死你二姐吗？闹腾过后，所有人都暂时平静了下来，看孟碎碎的眼神也由愤怒怨恨变成了感激。谢谢娘。孩子，想救别人并不只有牺牲自己这一种方式，为了达成目的牺牲自己的幸福，这种行为是最愚蠢的。我欣赏你的这份孤勇，但我更希望你学会爱自己。娘，我能抱抱你吗？当然可以。老二刘盼弟靠在孟碎碎身上，眼泪一股一股往外涌。我现在心情不错，还有人要抱吗？快来！此话一出，6女儿第一个冲上来要抱，然后是老5、老4、老3，就差老大没抱了。孟碎碎见老大站在一旁，明显期待但放不下身段。老大，过来抱一下。不用，我都成年了，没他们那么幼稚。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不偏不倚，每个人都有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骂声：都邻里邻居的住着，让我看看是谁这么不要脸，天天正事儿不干，到处扯老婆蛇。为了不被出轨丈夫家暴，我故意放出风声要与他离婚，却没想到老刘太婆竟然找上门讨说法。接上集。老大媳妇，你是不是又干什么得罪人的缺德事了？怎么村里人都造谣你要跟老大离婚？不是造谣，我确实要跟你儿子离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胡话？
你莫不是让什么东西上身了？正好你跟七宝都到齐了，那就跟我一起走一趟吧。孟穗穗说着，转身让6个女儿也跟着一起去，然后直接迈步朝院子外头走。不对劲，大儿媳绝对做不出这种事，一定是被什么脏东西上身了。招娣，你娘是不是冲撞到什么了？她这样多久了？我不知道。说完，挣脱老刘婆子的手，快步跟上孟穗穗的脚步。老刘婆子又赶紧快走几步拦在孙女们面前。你们几个谁去找龚大仙给你们娘看看？你们几个磨蹭什么？赶紧跟上！大姐的话没人不听，几个妹妹连忙一个个从老刘太婆身边绕过，小跑着奔向刘招娣。这一个两个的都抽什么风？你们这帮小兔崽子都给我等着，看你娘好了之后扒不扒你们的皮！此话一出，前边走着的6个闺女全都被吓变了脸色。七宝，你去找龚大仙，就说我求他赶紧来一趟。孟穗穗先去找了村长，然后和村长一行人一起浩浩荡荡的朝王寡妇家走去。臭婆娘，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干丢人事的人又不是我，我有什么丢人的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刘柱平日里打顺手了，边骂边冲上去想打他。雨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娘听说你要离婚，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此人正是孟穗穗娘家亲弟弟孟雨帆。疼吧？没事。有村长从中调和，双方暂时冷静下来。我是来跟你谈离婚的事，不是来跟你打架的。什么？离婚？刘柱一脸不可置信，还想打人，可想到孟雨帆刚才打他的那一拳用了全力，他也不敢跟孟雨帆硬拼。你抽哪门子邪风？早知道你这样，我就应该直接把你掐死，省得你到我面前蹦跶。就在这时，王寡妇穿好衣服，一扭一晃的走了出来。这是怎么啦？啧啧，你们瞅瞅王寡妇那个可爱样，小三太嚣张了，真是不要脸。人群中传出嘀咕声，王寡妇臊得变了脸色。我就问你，敢不敢跟我离婚？见刘柱直接愣住，王寡妇使劲用胳膊肘对了他一下。想啥呢？跟他离呀，离了咱俩就能在一起了。刘柱顿时变了脸色，抬眼看了看周围看热闹的人，不禁怨恨孟穗穗做妖害他丢人。笑话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离就离，你不后悔就行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谈谈离婚财产怎么分割。孟穗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说着就从兜里拿出一张纸，当着大家的面把纸打开，交给村长。村长，这是我家的财产，麻烦您帮我们分一下。村长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接过纸看了一眼。既然你们都同意离婚，就聊聊财产都给谁。你家现在是9口人的地，全都是公家分给你们个人耕种的口粮田，土地跟着人走，这个你们2个都没异议吧？我没意见。刘柱见孟穗穗那不死不活的样子，恨不得一拳把人打醒。要不是村长他们都在，恐怕他早就动手了。大柱子，你有没有异议？我也没异议。那房子你们准备怎么分？平分，1人1半，想要房子就给对方1半的房钱。我不同意，那房子我结婚的时候我们老刘家买的，凭什么分给你？这房子是当初结婚你家用我的彩礼钱买的，钱给我了就是我的，你们花我的钱买房，这房子当然是我的。都别争了，听我的，1人1半，这样比较公平。此话一出，孟穗穗和刘柱顿时都蔫了。村长在村里还算有些威望，说的话大家基本上都会听。这房子太老了，现在顶多值800块钱，你要房子还是要钱？我都行，让他选。我要钱。我同意。刘柱没想到他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连忙又补了一句：这钱必须马上给我，否则别想离婚。筹钱需要时间，我答应1个月内把钱凑出来给你。你们想得美，1个月时间太长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那就现在立刻把钱交我手上。好了，要不这样，你们2个都退一步，半个月之内他筹到钱给你，可以吗？王叔，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您个面子，最多1个星期我要看到钱，否则免谈。刘柱，你别太过分。咱们全村一起凑1个星期都不一定能凑出这么多钱，刘柱这是明摆着难为人嘛。就是他们家吃饭都成问题，几个丫头都饿得直打晃，要凑那么多钱不是扯吗？可不咋地，我看别说1个星期，就是1年孟穗穗也拿不出来这些钱。议论声传到耳朵里，村长叹了口气，看向孟穗穗：你什么想法？1个星期时间确实有点短，但也不是不行。行，那就1个星期。刘柱没想到孟穗穗真敢答应，他从震惊中回过神，撕破脸道：那先说好，要是1个星期前没到我手，那房子就得归我，咱俩的离婚也不作数。村长见他们达成一致，除了这些就是一些小零碎，锅碗瓢盆和农具什么的，你们也1人1半吗？我全都不要，让他把我那1半折算成钱给我。可以。既然这些都没什么问题，那就聊聊这几个孩子的归属问题。孩子是我们老刘家的种，我全要。不行，儿子是我生的，必须归我。6个女儿可以给你。想得美，女儿可以给你，儿子必须归我们老刘家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就别想离婚。刘七宝刚才去找龚大仙了，
此时刚跑过来，就听见爹娘争夺他的抚养权，顿时面露凶相，一头朝孟碎碎的肚子撞过去。果然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还敢跟爹离婚，我撞死你！啊！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刘七宝会这么激动，孟碎碎毫无防备的被撞倒在地。刘七宝，你要干什么？刘七宝，她可是你娘，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现在你娘要跟你爹离婚了，你不想要娘了？不要，他都不要爹了，我还要他做什么？我才不要跟着他受苦啊！我要跟着爹和奶奶吃玉米糊糊。孟碎碎借着孟雨帆的力气从地上站起来，冷笑一声：呵呵，那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们一大一小，小儿子归你，6个女儿归我。上集说到，在村长的调解下，我成功与刘柱离婚，但没想到他却要我1个星期内交出400块巨资。为了筹够钱，我只好厚着脸皮回娘家借自行车去集市卖点草药。大姑姐，你又来干啥？我们家现在穷得底儿掉天，可没东西给你偷了。弟媳妇儿阴阳怪气，说话间偷字特意加了重音。弟媳妇儿，娘在家吗？哼，我不知道，你长眼睛是干啥的？在不在家你不会自己看呀？说完就闪身走进了屋。孟碎碎从小到大走到哪都被人捧着，从来没受过这种气。可现在这种情况，她除了忍没别的办法。娘，大姑姐又来了。她又来干啥？娘。孟碎碎先出声，算是给屋里2人一个心理准备，然后才推门走进去。娘，我来了。弟媳妇见她进屋，转身便出去了，显然是1分钟都不想跟她待在一起。你来干啥？娘，之前的事对不起，今后我会努力补偿您和爹还有弟弟他们。Suspend， 别整那些没用的，有什么事求我，直说就行。孟碎碎深吸一口气，把没说完的肺腑之言咽了回去，才回到正事上。娘，我想跟您借自行车去镇上。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大女儿不是来借钱，而是来借自行车的。今天周天，雨帆不上班，自行车倒是在家，但是……老孟婆子的视线落在孟碎碎身上，欲言又止。娘，之前那些事都是我不对，我已经决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了。从我要离婚这事儿上，您应该能感受到我想要好好生活的决心。我这次去镇上也是想卖野菜凑钱离婚，答应下来的钱要是不给，刘柱今后肯定会跟我闹，所以我必须赶快赚钱把钱凑够。娘，求您帮帮忙，就当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大女儿若是真心想变好，我这个当娘的倒不介意再给一次机会。既然这样，那让你弟骑车送你一趟，等你卖完了再让他骑车带你回来，这样你没意见吧？我当然没意见，就是要麻烦我弟了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我去跟他说。老孟婆子边说边弯腰准备穿鞋，却被孟碎碎上前拦住。娘，我给你穿。孟碎碎不等人拒绝，利落的蹲下去帮老孟婆子把鞋穿好。穿好了。老孟婆子不自在的别过头掩饰情绪，抹了把眼泪往外走。很快兄妹2人就来到了集市上。我去买点东西，晚点在这等你，你忙完了过来跟我会合。看着孟雨帆骑车离开，孟碎碎转身就直奔药店。一共24块8毛钱，我给你25。下次你有品相这么好的药材还来我这儿，价格方面你放心，肯定不会亏待你。一定一定，谢谢老板。孟碎碎把钱揣兜里，从空间里取出人参，又装作从背篓里拿出来。老板，您看这人参能卖多少钱？我的老天爷，您小心着点，麻烦您把它放桌子上让我瞧瞧。孟碎碎把人参稳稳地放在桌子上，老板俯下身贴上去认真看，然后又拿出放大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对人参赞不绝口。好东西，确实是好东西，这人参得有100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，我爷爷之前见过一个大的，跟我吹了大半辈子。老板语气亢奋，表现得很激动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大嫂子你要是不着急，我能让我爷爷也来见见吗？他见多识广，正好也能让他长长眼。孟碎碎顿时被老板的反应可爱到了，他没有拒绝老板的请求，在老板热情的招呼下坐下喝了杯茶水。大嫂子，你这人参也是自己在山上发现的吗？哪尼？大你妹，你年纪都可以当我爹了，这样叫我真的好吗？是我自己在山上发现的，还有您直接称呼名字就行，我叫孟碎碎。2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了几句，不一会儿，刚才派出去叫人的小伙计就扶着一个白胡子老人进来。什么好东西还得折腾老爷子我亲自走一趟啊？小兔崽子，你还跟我卖关子，不让小童告诉我是什么东西，皮痒了是不是？老板连忙起身迎过去，乖顺的扶着老人往里边走，嘴上笑哈哈的应着。您别急，这不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吗？说着把老人带到桌子前，献宝似的朝桌子上的人参比划了一下。您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！老人顿时眼睛都直了，激动的把拐棍一扔，弯下腰拿着扩大镜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。这颗人参竟然比我之前见过的还要大1倍，太难得太稀有了，根系也保存得非常好，每一根须子都很完整。那2位觉得我这颗人参值多少钱呢？1000，至少值1000块。哦，那你们这儿收吗？想收，
但是我们刚上了一堆货，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如果你能宽限个2、3天，我凑钱应该能把它收了。等到了1个星期，我就要一口气拿出400多块钱给留住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对我钱财的来源起疑心。这颗人参刚好可以给我在空间赚到的钱过个明路。那这样吧，刚好我也不准备立刻卖，5天之后我会来镇上把它卖掉。如果到时候你还想要，我就优先卖给你。从药店出来之后，孟碎碎拍了拍被钱晒得鼓鼓的裤兜，心情舒畅。你都买啥了？咋这么沉？我买了粮食、调料、锅碗瓢盆、肉，还有……孟碎碎，你长没长心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吃肉？你是不是知道这么短时间攒不够那么多钱就破罐子破摔了？既然早知如此，你昨天何必答应那个混蛋？我真是搞不懂你在想啥。孟碎碎正要劝，就见孟雨帆突然反应过来似的，瞪着眼睛说道：“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？草药卖了25。什么草药能卖25？”孟雨帆知道后山上资源丰富，但这么多年，但凡是村里人都上过山，运气好卖几块钱他倒是听说过，却从没听说过谁采草药能卖几10块钱。孟碎碎在他心里的形象本来就劣迹斑斑，此时他不由得往坏处想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偷别人家的东西了？孟雨帆见孟碎碎不说话，以为是默认了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你之前偷家里东西，我们不忍心把你咋样，想不到竟然偷顺手了，偷到别人头上了。我们放过你，别人也会放过你吗？走，跟我去把你偷的东西赎回来，然后去给丢东西的主人道歉，看人家肯不肯放过你。孟雨帆态度差，语气很急，但孟碎碎还是能感觉到孟雨帆暴躁情绪下对自己的担心。雨帆，我没偷东西，我真的采草药卖了25块钱，不信你去问药店老板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，我对天发誓。见孟雨帆语气缓和，孟碎碎以为他信了，刚要松一口气，就听对方说道：“你卖给哪家药店了？带我去。”什么？竟然真要去？孟碎碎没办法，只能带孟雨帆去药店一趟。从药店老板那确认孟碎碎没说谎，这才把心放肚子里。就算你运气好，卖药赚了点钱，也不能全花了。攒起来虽然希望不大，但不攒就真一点希望也没有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等时间到了，我一定能凑够钱给他。孟雨帆叹了口气，只当孟碎碎嫌自己话多，随口胡说敷衍自己。刚才一直没机会给你，饿坏了吧？这4个都是给你的，等你吃完，咱们再往回走。我不要，1个包子1毛5，4个包子6毛钱，都能买3斤大米。大姐太不会过日子了。你要是不要，我可就全吃了。这话果然好用。只见孟雨帆犹豫了一下，从他手里把包子夺了过去。等2人到家的时候，已经下午2点多，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雨帆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先擦擦汗。老大，你去给你小舅压点水，让你小舅喝点井拔凉水，凉快凉快。不用，大热天别让孩子忙活。没事，小舅，是娘让我给您打水，我听娘的话，您快坐下歇会儿，井拔凉水马上就来。孟招娣话里有话，孟雨帆听出来了，孟碎碎自然也听出来了。你快坐下吧，看你这一头的汗，像水鸭子似的。姐弟俩的眼神猝不及防地对视到一起，两人脸上的笑容也随之僵住。小舅，您喝水。孟雨帆从大外甥女手里接过水瓢，仰着脖子咕咚咕咚把半瓢水都喝了个精光。小舅，你还喝吗？不喝了，我这就回家了。刘招娣看到孟雨帆给他使眼色，他舀了一瓢凉水交给孟碎碎之后，连忙偷偷溜了出去。小舅，你找我有事儿？这大包子是你娘给我的，你跟妹妹们分着吃了，小心点，别被你妈发现。孟雨帆把包子塞给刘招娣就骑车走了。刘招娣看着怀里的4个大包子，又看看骑着自行车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眼眶不禁红了起来。我回来怎么没看见另外几个？他们几个去哪儿了？孟碎碎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刘招娣吓得一激灵，在转身的同时连忙把包子藏到身后。今天二姑来奶奶家串门，给奶奶家拿了不少好东西。上午我们刚从山上回来，妹妹们就被奶奶叫去帮忙包榛子和山核桃了。都离婚了，老刘婆子竟然还想剥削我家女儿，这一家子还真是占便宜没够。孟碎碎看出大女儿神色慌张，再联想到刚才大女儿着急藏在身后的东西，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你身后是什么？拿出来吧。刘招娣哆嗦的把包子拿出来，咬着下唇急着解释。娘，不怪舅舅，是我。4个包子1个不少，孟雨帆竟然1个都没吃，全带回来给孩子们了。舅舅给的你就收着。娘，你不打我？打你干啥？以后你们和姥姥一家好好相处，像今天这种事不用藏着掖着。这些年舅舅对你们不薄，你们要记着舅舅对你们的好，以后你们都长大了，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帮衬舅舅一家。要是在从前，刘招娣做梦都不敢想这些话能从孟碎碎嘴里说出来。知道了，娘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，晚点我告诉妹妹们。对了，我去你奶奶家一趟。娘，去奶奶家做什么？为了离婚，我背下400块钱的巨额债务，却没想竟有人想趁火打劫，来逼我嫁女儿，接上急。七宝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今天特地给你家报喜来了。我家有喜事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真是大好事儿，进屋我跟你细说。
进屋说那可不行，到时候郝大嘴儿想促成的事儿，我要是没答应，出门之后不一定跟村里人怎么编排我呢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对这种没有底线的人还是防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家现在不太方便让外人进去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。嗨，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咱们姐妹谁跟谁呀，都自己家人，就别外道了，进去说。他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，边说边往里闯。不是，你干啥？想私闯民宅啊？这女人眼神怎么这么犀利，怪吓人的。那就不进屋，去院里说也行。郝大嘴儿说着就想推孟碎碎进院，没成想又被孟碎碎给拦住了。孟碎碎这是要干啥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次两次驳我的面子，这不明摆着让我难堪吗？七宝娘，你这是要干啥？我想进去说是为了你好，你也不想你家的事儿被别人议论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要是不嫌丢人，我倒是在哪说都没关系。听到这话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隐隐兴奋起来，人也越聚越多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孟碎碎淡定一笑，一脸满不在乎。谢谢你这么替我着想，不过我家没什么是不能放在明面上说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有什么事不妨直说，你就赶紧说吧，大家伙都等着热闹呢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说话间，那些被他的话点到的人都有些不好意思，默默低下头或是看向别处。现在孟碎碎你有多嚣张，等会儿再听到程家的彩礼前后求我的时候就有多狼狈，不是不让我进屋吗？那我就让全村人都看看你孟碎碎为了钱卖女儿的丑恶嘴脸。好好好，都听七宝娘你的。那我就捡重要的说，我们村长家的儿子程峰看上你大闺女了，我是来给你家老大说媒的。村长家有权有钱，你家老大过去一定能享福，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大好事儿呀？好大嘴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我没记错，你说的这个人小时候发烧烧傻了，智商一直停留在4岁没错吧？你把傻子介绍给我闺女，这是没安好心啊？怎么着？觉得我家好欺负是不是？七宝娘，你别这么冲，我话不是还没说完吗？程峰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也不算太傻，而且你换个角度想，他智商虽然不及常人，但他听话呀，对不对？老大嫁过去之后不至于挨打。郝大嘴儿说着上前一步，踮起脚尖想跟他说悄悄话，却被孟碎碎一把推开。我说过，我孟碎碎为人做事坦坦荡荡，你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直说就行。孟碎碎不让他靠近，他只能在确保对方能听见的情况下尽量压低声音。程村长说了，彩礼可以多给点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他们家愿意给这个数。哟，这可真不少，老程家要给4万彩礼啊！啥？4万？我没听错吧？这闺女是金子做的不成？咱村历史上最高的彩礼才400块，从来没听说过谁家给上万的彩礼呢。这个程村长为了给傻儿子娶媳妇，真是豁出去了。不过他家咋这么有钱？七宝娘这是要发达喽，就是他大闺女要倒霉了。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郝大嘴儿急得直拍大腿，老半天才把声音压了下去。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哪能那么多钱？是400块，400。切！七宝娘，400块不少了，别人家最多也才200，你家闺女的彩礼比别人翻了1倍，你就知足吧。再说了，谁不知道你家老大不管干啥都想着几个小的，到时候嫁过去之后少不了往娘家划拉东西，人家程家不计较这些，能要咱都不错了。孟碎碎刚想开口拒绝，郝大嘴儿突然压低声音：我听说你离婚得在1个星期内给老刘家400多，现在10里8村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的也就老程家有这个实力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还真是有备而来，把我家这点破事儿和原生的性格脾气摸得清清楚楚。不用考虑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大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不可能为了钱把她往火坑里送。你走吧。不是说孟碎碎最贪财吗？怎么想也没想直接拒绝了，就连讨价还价环节也省了，更是直接赶我走。看这样不是想吊着我要高价，可孟碎碎不是最不喜欢家里的几个丫头吗？那可是400块，除了卖闺女，上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凑够那么多钱给留住？七宝娘，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？要不我再给你仔细说一遍。不用，我听懂了，我就是不同意。郝大嘴儿没想到会出现眼前这一幕，顿时有些气急败坏。不是我说，七宝娘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被刘柱打得脑袋不清醒了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大闺女说。说完直接走过去把刘招娣堵在墙角。大闺女，你跟婶子说，你是咋想的？我没怎么想，我全都听我娘的。孩儿，你听婶子说，你这么没主见可不行，不能啥都听你娘的。孟碎碎胳膊环胸，静静地看着郝大嘴表演。只见他根本不给刘招娣说话的机会，卖力地游说着：要不这样，婶子再去老程家帮你说说，让他家在结婚前给咱买几身新衣服，你这衣服上都是补丁，好几年没穿新衣服了吧？到时候你不好意思，婶子陪你去买新衣服，行吧？老大，我和妹妹们都希望你能幸福，我们不需要你为了几百块钱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只要你不愿意，
没人能越过我把你嫁了。孟碎碎的话给了他勇气，刘招娣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不考虑，我这辈子不想嫁给任何人，包括村长家的那个儿子。”啥？他说一辈子都不嫁了，那怎么能行？女人哪有不嫁人的？他怎么能这么想？这么想太不对了。这孩子有毛病，指定是不太正常，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吧？那些难听的议论声传到孟碎碎和几个女儿的耳朵里，脾气暴躁的老三生气的直接朝人群吼：“你们说啥呢？能不能别瞎说？你们不会说话就闭死你那个嘴！不想结婚就是不正常，有隐疾。我好奇是哪个单细胞生物说出这么没脑子的话？别人结不结婚干你屁事？喜欢结婚你们去结就好了。你们那么爱结婚就多结几次。还有刚才口出恶言的那些人，你们其中不少人都结婚了吧？那我问你，你幸福吗？还有，我的女儿如果想结婚，我就开开心心送她们出嫁；如果不想结婚，我就养她们一辈子。我们家的事儿不用别人操心，大家也不用打着为我家好的名义来指挥我们做事。我家不领你的情，也不需要。要是今后再有人来对我家的事指手画脚，别怪我让你当着全村人的面下不来台。”他的这些话说完，全场静寂。郝大嘴震惊之余，直接被眼前的母女俩给气笑了。不是我说，你们今天咋回事？我这是见鬼了吗？真是服了，怎么一个两个都不知好歹，油盐不进，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，让你们两个搞得像我唬你们似的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现在你们不答应，以后可再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说真的，这么好的人家打着灯笼没处找。你说的对，所以这种好事儿还是让给别人吧，我家不需要。对，我家不需要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，戏该散场了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此话一出，看热闹的都不好意思再留下来，纷纷交头接耳的离开了。好媒婆，在我没急眼之前赶紧走吧。你把我家事儿调查的那么清楚，应该也知道我脾气不好，别逼我骂你。孟碎碎，我之前真是小看你了，今天你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，打破了我说梅林失误的记录，影响了我的名声，这些我今后一定会在其他方面找回来，你等着瞧。另外，不答应这门婚事，我看你去哪凑那么多钱离婚，满打满算还有不到5天的时间，我等着看你的好戏。孟碎碎不愿意搭理他，招呼着女儿们回家，没人捧场。郝大嘴儿撂完狠话，正准备走，被匆匆前来的老李婆子拦住去路。有病啊！你拦着我干啥？他婶子，你先消消气。七宝娘就那样，全村谁不知道他好赖不分，不知好歹呀。你不用听他说啥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人心肠最好，说你是咱10里8村的活菩萨也不为过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你们村终于有个明白事儿的人了，有什么话说吧。我如果没猜错，你找我有事儿吧？要不都说你神机妙算呢，我还真有事儿求你。要不你跟我上我家一趟？行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走这一趟。哎呀，要说这人呐，可别太不知好歹，谁家闺女也不是金子做的，端得太高免得掉下来摔死。有些人活该穷死饿死，好好的机会把握不住，就要便宜别人喽。要我说，你们老刘家就要端在这辈了，以后嫁的老公英年早逝，生孩子没屁眼儿，祝你们一家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。这个老女人为了钱，竟上门逼我嫁女儿，被我拒绝后，竟然蹲墙角骂大街，却没想到被脾气暴躁的三女儿泼了一身贴上去。哪个王八羔子干的缺德事儿，有能耐跟我当面锣对面鼓，躲在暗中伤人算什么？哟，不好意思，我家尿盆今早忘到了，我主要是没想到会有人蹲在别人家墙根骂主人家断子绝孙，这可能就是天意吧，活该你们被泼尿。你说啥？你刚才泼的是尿？也不全是，不只有尿，还有痰、泔水什么的。孟碎碎，你太恶毒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郝大嘴儿话刚说一半，就扶着对方不停干呕。老李婆子也没比他好到哪去，蹲在地上直接把中午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下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你们还是注意点。我听说有些人家院墙多安电网，你俩别哪天一不小心被电死了。我跟你拼了！郝大嘴气不过，跌跌撞撞的冲了进去。刚进门就看见孟碎碎面前有6个女儿护着。想打架？我希望你认清现实，我们7个人打你们2个，而且这是刘必寨，不是你的窝囊村。如果你把我打了，你觉得你今天能出得去刘必寨吗？要不今天先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出了名的难缠不讲理。您时间那么宝贵，哪有时间搭理他？他就在这个村住着考不了，等什么时候有空再收拾他也不迟。郝大嘴儿知道再计较下去自己讨不到什么好处，见有人给台阶，他就顺坡下驴，骂骂咧咧的出了院。娘，刚才桶里真有尿吗？怎么可能？咱家哪来的尿罐子？是刷锅水和淘米水。孟碎碎转身准备进屋，突然回头话锋一转：老三，你刚才泼郝大嘴儿这事儿跟谁商量了？万一他是个莽撞的，刚才出手打你们怎么办？那我就跟他 K。哼。
娘，我错了，下次不管做什么事之前都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在这6个女儿中，老三的脾气最直最急，嫉恶如仇，沉不住气。现在在村里还看不出什么，以后出了社会得因为这臭脾气吃不少亏。你记住，暴力是最低级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往往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激化矛盾。惩罚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能用其他方法解决，尽量不要动粗。今后想打人发脾气之前，先在心里查10个数，好好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再决定怎么处理。娘，我知道了。下不为例，就罚你今天把后院的菜地浇了，还有晚上的洗澡水你来烧。好的，娘，我认罚。刚才谢谢娘。在女儿们看不见的角度，孟穗穗嘴角向上扬了扬，结果刚走没几步，就听到有人叫住了她。七宝娘，你过来一下。有事儿？七宝娘，刚才老李婆子把好大嘴叫走了是不？唉，老李家闺女太倒霉了，摊上这么一个人家，但老李家也是没办法才这样，都是没钱闹的。要是有钱，谁乐意嫁给傻儿子当老妈子啊？你的意思是老李家要把闺女嫁给村长儿子？是啊，你没听说吗？老李家的小儿子馋疯了，在山上追野兔伤了腿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，手术需要钱，这不老李婆子就回来想办法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七宝娘，之前的那些事都不说，这次老大这件事上你办的属实漂亮，这事我支持你。看来你也不像我想的那么不近人情嘛。就像你说的，没钱也不能卖闺女，那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哪个亲娘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往火坑里跳呀？我就算是饿死也干不出来那种缺德事儿。刚才我看你家老三泼了好大嘴一身，泼得好，谁让他没安好心，什么钱都赚。这小媳妇三观还挺正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性格我挺喜欢。两人又闲聊了几句，孟穗穗才以要回家做饭为由结束了对话。昨天好大嘴和你婆婆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没有，是什么事？听说昨天你婆婆不知道听谁说了好大嘴去你家的事儿，气得找到老李家狠狠地骂了好大嘴一顿，还差点打起来了呢。他们俩有什么可打的？因为不满好大嘴给我家老大介绍个傻子吗？孟穗穗边说边觉得不可能，随后又恍然大悟。哦，他肯定是觉得好大嘴儿这么一掺和，我就有可能凑够400块钱离婚，怪好大嘴儿多管闲事，撺掇我跟他儿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七宝娘，你太聪明了，你全都说对了。之前怎么不见你这么机灵？刘壁村的村民请注意，近期有村民反映山上有野猪出没，有不少留下的地都被野猪拱了，大家尽快去自家地里看看，如有上述情况，马上来村里报备。哎，本来今年就干旱，地里的庄稼长得就不好，收不回来多少粮食，现在又被野猪拱了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是啊，这一件接一件事儿，真是不让利壁村的老百姓活命了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跟我去地里看看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在家看家，顺便把后园子新长出来的草薅了。安排完之后，孟穗穗就拿着锄头带着3个女儿出发去了自家的玉米地。她和女儿们的地整体分为3块，其中2块都遭到过野猪的摧残。你们挑看着有希望救活的，能扶起来多少扶多少，就算干不完也早点回家，别等天黑了才往回走。还有，如果遇到野猪了，你们就什么都别管，赶紧跑。逃跑的时候要注意，直线跑不如绕着跑，不要直接转身跑，要面对野猪慢慢后退，不要挡在成年猪和幼猪之间。确定女儿们都听明白了后，孟穗穗这才放心地背着背篓往回村的方向。眼看着今年收成就好不了，能不能跟公家商量一下，少征收点地税？为啥让俺们填表？是不是报上去之后，公家会给补偿？俺家快吃不起饭，饿死了，村里能不能帮帮忙？好了，乡亲们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现在上边只是让我们调查登记各家各户因野猪侵袭的受损面积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数据报上去干啥，更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给一些补贴。现在离咱们比较近的几个村子也都发现野猪祸害庄稼的情况，不止咱刘壁寨受害，现在大家都在等消息，咱们着急也没用不是？拜托大家别围着我了，这些又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但我能跟你们保证，如果将来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，我一定帮大家争取，好不好？还有刚才我看有人传到时候按现在登记的面积给补偿，自己家本来没受灾那么多，非要多写。我想说各位不要这样做，村里之后也会到地里看每家受损的面积到底是多少，这件事上骗人没用，就算多写也能查出来，到时候能不能多拿补助我不知道，但要是被村里查出来，你们瞒报多报，村里设定相关惩罚也说不定，请大家一定要如实填报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些，大家该填表填表，该回家回家，都散开吧。王海江这段话起到了一定作用，村民自觉让开。然而他刚准备松口气，就看见孟穗穗站在村部门口。这个活祖宗怎么来了？王叔，您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找您有事儿。你家地也被野猪拱了，有多少受灾的你去屯长那填一下就行。
不是那事儿，您还是出来我跟您说吧。眼瞅着今天躲不过去，村长在所有人同情的目光中走了出去。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。王叔，我是来问问野猪这件事，您准备怎么解决？看看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为了这事儿来的。那野猪又不是我们放的，你的地也不是村干部拱的，你不可能让我们村里赔给你是吧？村长这是在说啥？七宝娘，不知道刚才我在里面说你听没听见？我们现在也只是统计受灾情况，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村干部就是听上头指挥，没权利决定给不给补助这些。孟穗穗一阵无语，及时打断对方。王叔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让村里赔钱的。啥？不是要钱？那你来干啥？为了帮村里解决野猪糟蹋庄稼的事，我凭着前世的记忆设计出了一款捕兽夹，却没想到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结束。不是要钱？那你来干啥？我就是想问问您，面对野猪大面积损害农田，而且随时有可能进村袭击村民的事儿，上头有没有给出治理方案，或者咱村里有没有想好对策？没有，上头就让我先回来统计受害面积，其他什么都没说。村长，这件事不能再拖了，得尽快解决，每拖1分钟，受害的面积就更大，村民时刻都面临着危险。这我知道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但你说的村民面临危险，应该不至于，顶多就是少打点粮食，有点危言耸听了。这真不是我危言耸听，野猪生性生猛，体积庞大，万一有人受伤或者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就晚了。如果到时候有人说您发现问题不及时解决，把结果怪在您头上，去镇上跟领导告你的状，您就很被动，不如咱尽早想办法解决。你以为我不想解决？问题是怎么解决？按你的意思是，我这就叫上村里的老爷们儿上山抓野猪，这总不算消极怠工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王叔，您要不问问先上头同不同意猎杀，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如果能给工具和资金支持，或者派专业人士来猎杀更好。再者说，经过同意之后，咱们抓野猪途中出现什么问题，至少责任不会全都落在村里。听着似乎有几分道理。要是我带着村民抓野猪，万一有人摔断胳膊腿啥的，这责任我可担不起。反正去镇上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还是问问比较妥当。行，我现在就去镇上一趟。王海江经孟穗穗的提醒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马不停蹄地骑着自行车去了趟镇上。七宝娘，这图是哪来的？我刚才画的，怎么样？能看懂吗？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。能看懂，暂时也没什么问题。那你能做吗？我之前做过类似的，但跟这个还不太一样，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能做。你想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最快多长时间能做出来？需要的东西不多，仓库里都有，结构也不算太复杂，1个小时差不多。那行，那你快做吧。孟穗穗心里很急，周达却站在那里没有要做的意思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之前你好几次都赖账没给钱，让我白搭材料和人工也就算了，还每次都把我气个半死。换位思考，如果你是我还敢再相信你吗？家人们救命！原身这么差劲一个人，到底为什么能活到30多岁啊？这些村民脾气也太好了吧？那我这次先给你钱，我保证不会像之前那么胡搅蛮缠了，你看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得要多少钱，你先给我2块钱，我尝试着做，赔了赚了我自己担着，如果没做成，这2块钱我还给你。不用，做没做成你都付出了劳动，这2块钱是你应得的，不用退。别，东西没做出来我可不敢要你的钱，我还想过几天安生日子。孟穗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背过身去从兜里掏出来2块钱。周达把钱收了就立刻去忙活了。孟穗穗在自己找了个凉快的地方坐下静静等待，不到1个小时。你看看是这东西吧？对，应该就是这样。你好厉害，竟然这么快就做出来了。真是约鬼了，做梦都不敢想这些话能从这女人嘴里说出来。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试一下吗？你需要什么东西？猪，需要1头猪，你家有吗？周达做的时候就一直猜这东西是干啥用的，听到孟穗穗想用猪试，才恍然大悟。你做这个是用来抓猪的？抓野猪？是的。这，我家倒是有猪，但你这玩意靠谱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总之不管有没有用，先试试再说，万一这东西对抓野猪真有用，我也算为全村老少爷们做了一件好事。那行，我家住在那边猪圈里。周达话还没说完，周达媳妇突然开门出来，就扯着嗓子反对。不行，你爱拿谁家猪试就拿谁家试，别用我家猪。我们一大家子这一年就盼望着过年杀年猪吃肉，你随随便便做了个破玩意就想拿我家猪试，万一把猪伤了怎么办？你赔吗？这七宝娘，要不你看看别人家猪。是一次5毛钱，猪伤了死了算我的，论斤称，按照市场上的收猪价我给钱，除此之外，猪死了我还多给你5块钱作为补偿，你们看这样行吗？切，说的好听，谁不会啊？村里谁不知道你家啥情况？离婚的钱你都拿不出来，还能有钱赔我家？
我可以给你立字据，要是不还钱，你可以拿着去法院告我，到时候就算我没钱，法院也能帮你申请强制执行，把我家房子卖了，把钱给你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孟穗穗没想到周达夫妻根本不懂法，也没听说过能找法院帮忙要钱，根本不吃他这套。小媳妇硬是咬死不答应。才不外露，其实我不准备让人知道这事儿的。唉，我不装了，我是千元户，我摊牌了，那就先让你们看看吧。刘达两口子看见孟穗穗手里的人参，顿时眼睛都直了，刚想伸手去摸，别碰，你俩看看就得了。我听人说这东西须子碰掉了影响价格，这下你们相信我能拿出钱赔给你们了吧？抓野猪是咱们全村的大事儿，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，更不可能把人参拿出来给你们看。你们小夫妻就当帮全村人的忙了，行吗？孟穗穗放低姿态，说完就看周达把媳妇儿拽到一旁说话。夫妻俩商量了一会儿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小媳妇儿拿了纸笔，空口无凭，那你也得签个字据。我不认字，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。要不这样，你们认字你们写，然后我签字行吗？他们也知道孟穗穗没上过学，没在这件事上纠结。孟穗穗说内容，周达拿笔写，写完交到孟穗穗手上，他打眼一瞧，看内容跟他说的一字不差。这两口子果然没趁我不识字这件事唬自己。他故意把名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刚写完，周达媳妇就把纸收走了。周达也不墨迹，直接拿着工具领他去了猪圈。只见孟穗穗拿着一个绑着弹簧装置的木棍，悄悄靠近周达家的大肥猪，看准时机向前一推，直接把弹簧套对准猪鼻子。成功了！孟穗穗心里一喜，拉动绳子，猪正脱不开，只能被他拖着往前走。不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猪还真让他轻而易举地抓住了，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工具这么好用。在周达的辅助下，孟穗穗前后测试了10几次，每次都成功捕捉，工具没问题。接下来就要商量一下量产的事儿，还没等孟穗穗开口，周达就主动询问，语气恭敬，称呼也从之前的七宝娘变成了嫂子。嫂子，这个东西是你发明的，图也是你带来的，这东西这么好用，你看我能不能多做几套给村里人发一发，到时候大家上山抓野猪也能容易点。我懂，你想要多少钱你说个数，我就是纯粹想帮村里做点好事，要是钱不多我就自己买了，然后做出来给村里人免费用。原本孟穗穗想雇周达帮他做工具，按件给周达钱，但现在他改主意了，他喜欢跟讲究人相处，也不介意带着这样的人一起赚钱。周家大兄弟是这样，我知道你人好，在大义面前选择舍小家为大家，但你自己又搭人工又搭材料，现在又要买我的图纸，你们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靠你养活，他们咋办？婶子，那你说咋办？我总不能跟村里要钱去吧？为啥不能？你干活你出力了，付出劳动就应该收到相应的报酬，天经地义，有何不可？那村里人该说我挣村难财了，好说不好听。你这个想法就不对，能跟公家做生意是你的本事，你靠技术和勤劳赚钱，正常价格又没多要价，他们不仅没理由指责你，还得感谢你帮了村里大忙。嫂子，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章程了？咱进屋慢慢说。为了能帮村里解决野猪闹庄稼的事，我凭着前世记忆发明了一团捕兽夹，并让打铁匠周达与我一起合伙做生意。接上走。嫂子，你有什么妙招？有2种合作方式，一种是我雇你帮我做弹簧套，你定好价，我按件数给你钱，这至于我能不能把东西卖出去，卖多少钱一套，这跟你都没关系，你只能赚到你自己的那份。那另一种呢？我出设计，你出人工，只要有人买，咱俩就一起赚钱，扣除成本之后赚的钱咱俩4-6分账，我4你6。啥？我6你4？周达惊的下巴都快掉了。这时刚好茶送上来，孟穗穗拿起来抿了一口，也不着急，算是给周达考虑的时间。嫂子，我决定好了，我选第2种，但是分账我不同意，要是没有你的设计稿，我根本想不到，也不可能有机会赚到这份钱，所以分成我4你6。果然是个讲究人，跟这种不计较的伙伴合作不亏，出力的事儿都是你干，你拿6是应该的。好了，分成这事儿听我的，这事儿不纠结了，咱俩聊聊定价的问题，先算算成本。见孟穗穗坚持，周达便没再纠结这件事，而是顺着对方的思路往下走。这个弹簧套，每套由一根钢丝绳、一个陷阱踏板、一个信号发射器组成，木棍山上到处都是，不用花钱，成本算下来也就2块钱左右。我发誓，我要是说瞎话天打雷劈，成本真得这些钱，这还是我没算木棍，这些山上有不用花钱的东西才这些钱。不用发誓，我信你。木棍这些虽然不用花钱，但去山上捡也费时间，捡回来还得修整好才能用，不多算，就在成本上加3毛，一套的成本按2块3算。不用，听我的，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，市面上像这样的一套工具一般卖多少钱？如果让我师傅买，一套能卖7、8块，最低不低于6块。好，那我大概了解了，其他的我去谈，你在家先做个10套8套的，等晚点我给你消息。
怕周达第一次做生意有顾虑，他急忙补充了一句：做出来的这些要是卖不出去，成本咱俩一人一半。合伙做生意就是这样，谁也别占谁的便宜，有什么事都事先摆在明面上说清楚，免得各自心里犯嘀咕，时间久了容易生出嫌隙。要不我先把这10来套我那部分的本钱预付给你？不用。那我们签一份合同，这样你我都放心。孟穗穗主动提出要签合同，周达巴不得把这一切都落到纸上，免得到时候孟穗穗反悔，他有口说不清。弹簧套卖别的村里人，我心里没负担，咱自己村我就。我懂你的意思，等谈的还好，我会看情况酌情给咱村讲价。好，讲多少我都没意见，一定只要不赔本就行。你咋还在这儿呢？村长好像找你有急事，让你赶紧去村部一趟。你是不是又干啥事儿惹村长不高兴了？你们这是啥意思？全都不想出力，那野猪怎么办？就让野猪继续糟蹋粮食吗？王村长，你消消气，你也得理解大伙。寡妇村野猪差点把人撞死的消息传到咱们村之后，大家都不敢冒险，毕竟一家老小还得靠这帮壮劳力养着，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咋办？人家日子咋过？王海江扶额叹了口气，村民在顾忌什么他都懂，他也很为难，但野猪必须马上治理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咱们要是不主动出击，等野猪偷偷下山闹事儿，到时候咱们必然很被动，大家不能只顾着自己，不顾村里老弱妇幼的死活吧？你说的话没毛病，但家家都是能躲则躲，在家躲着总比跟野猪正面刚受伤的几率小。这种事谁也不会傻乎乎的往上冲，除非你下死命令。一番激烈讨论之后，也没得出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，村长就让村民代表先回去，孟穗穗等那些人都走了之后才进去。王海江看见他顿时眼睛一亮。王叔，我听说你找我，是镇上有消息了吗？对，你先坐下。现在好几个村都受灾了，上头忙不过来，所以同意咱们村自己猎杀野猪，到时候抓到多少野猪也可以由咱们村自己处置。孟穗穗在王海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等着王海江继续说。只见王海江喝了口水，目光落在孟穗穗身上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开门见山：这次找你过来，是觉得你之前说的那些挺有道理，感觉你好像对付野猪很有经验，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。王海江只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指望孟穗穗真能说出个1、2、3，但没想到孟穗穗就像等着他问似的，淡淡笑了笑。常见的方法，王叔您应该也听说过，挖坑、设陷阱、食物引诱、用猎狗捕捉。听你这意思，你还有不常用的方法？有一种工具叫野猪弹簧套，发现野猪后，将野猪弹簧套对准野猪的嘴发射出去，依靠管子中的气压，只要野猪的鼻子触碰到，弹簧就会弹出来，把猪嘴锁住，之后再进行抓捕，就省力多了。相对来说，对我们也更安全，毕竟有长杆隔出一段距离。这东西哪有？周达就会做，他家现在就有成品。怎么觉得他早就想好了，就等着我问呢？你咋对这件事这个上心？周达许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实不相瞒，我跟周达属于合作关系。怪不得，我就知道这女人向来无利不起早，原来帮周达说好话是为了赚钱。刚才我刚试过工具，非常好用。王叔如果感兴趣，可以跟我去周达家一趟，亲眼看看再做决定。看看就看看，又不搭傻，到时候用不用还不是我说了算。王海江跟孟穗穗一起来到周达家，此时周达正在焊接工具，看到他们来了，连忙起身迎了过去。听说你这儿有专门抓野猪的工具，叫什么弹簧套？有，就是这个。周达把工具拿给他，王海江下意识接住。就这破玩意，要是能抓野猪，我跟他孟穗穗姓。可笑，我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。王叔，猪圈在这边，您用我家猪试试，就知道好不好用了。这小子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周达知道村长这是不信他的工具能抓猪，他没解释，直接把人带到自家猪圈。王叔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把前面对准猪鼻子。周达边说边操作，当王海江看见猪嘴被锁住，被周达拽着溜了好几圈，不得不相信这个叫弹簧套的东西确实有点厉害。哎呦，还真行哈，真能抓住。周达，你把弹簧套拿下来，让王叔自己试试。周达心领神会，按照孟穗穗说的做。片刻之后，王海江自己轻轻松松的把猪抓到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东西好，用它抓野猪事半功倍，最主要是它更安全，把猪嘴锁住，它就不能攻击咱了。接下来到了谈价格环节，周达和孟穗穗把王海江请到屋子里，一番讨价还价过后，周达和孟穗穗同意以1套7块钱的价格卖给村里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村里先订50套，你们多久能做出来？最晚后天早上把货交给你。成交。想不到你们两个能凑到一起做生意，竟然还搞得不错，真挺让我意外的。我们也不只是想赚钱做生意，主要是想在村里治理野猪这件事上出一份力。弹簧套的价格我们没多要，要是别的村来买，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王叔要是有机会帮我们推销一下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别的村要是想买，我们也能多赚点。行，
这是字据和定金，交货之后你们自己去找孙会计结尾款。交代完之后，就着急忙慌的回去召集人开会了。今天该轮到谁去给姥姥家送饭了？女儿研究出美食，特意送去让姥姥品尝，却没想到半路被老刘婆子发现，接上急。刘来弟，这个点你拿着筐干啥去？我去姥姥家。去你姥姥家？你现在都学会撒谎了是不是？你到底去哪？去干啥？我没撒谎。刘来弟说完想也没想，转身就跑。你跑什么？小浪蹄子，越来越随你那个死娘，竟然敢不搭理我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！老刘婆子扶着大树喘了一会儿才回家，刚到家刘七宝就朝他扑了过来。奶，你咋还不做饭？瞎溜达啥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刘七宝，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我刚才饿极了，说话没过脑子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跟奶奶像刚才那样说话了。你吃我的喝我的，还不尊重我，从今往后你爱找谁找谁去，我不是你奶，没你这样不懂事的孙子。不行，奶奶不能不要我。嘤嘤嘤。闭嘴，再哭我就把你扔地里喂野猪。刘七宝吓得赶紧止住眼泪，一抽搭一抽搭的从地上爬起来，默默搬了个小板凳放老刘婆子屁股下面。奶奶，你坐这上面休息一会，别累着。老刘婆子白了他一眼，坐下之后重重的叹了口气。刘壁寨的村民请注意，目前咱村的情况是野猪肆虐，治理野猪的行动刻不容缓。经村领导班子表决后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凡是刘壁寨村民抓到一头野猪，村里奖励1块钱。野猪属于2级保护动物，抓到野猪必须上交村里，之后由村里统一处理。如果有人不信邪，把野猪偷偷藏起来，到时候被警察带走判局子。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积极参与治理野猪行动的村民，前50个来村里报名抓野猪的人，村里后续会给你们每人提供1件抓野猪神器，先到先得。从现在开始，想参与的快来村里报名，来晚了抓猪神器就没有了。我去报名。说着就风风火火的想走，却被孟碎碎冷声叫住。站住！你要干啥去？抓野猪呀！娘，您刚才没听见大喇叭说吗？参加抓猪的人，村里给工具，抓一只野猪就奖励1块钱。我要是去晚了，抓猪神器就被别人抢没了。不许去，抓野猪很危险。你一个小女孩去凑什么热闹？小女孩怎么了？我长得高也有劲儿，娘我肯定能行。再说了，咱家现在不是没男人吗？我不上谁上？等我赚了钱，就能帮娘凑钱给爹了。别说了，这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刚才大喇叭里说的抓猪神器是我设计的，我跟周达一起合作做生意，有人买神器我就能得到分成钱，所以钱的事儿基本上已经解决了，你们不用操心。女儿们顿时亚麻呆住，惊讶的迟迟说不出话。娘您说啥？抓猪神器是您设计的？娘，您没骗我们吧？这咋可能？钱真快凑够了吗？真不是娘为了不让我们去抓猪骗我们的。真不是骗你们，不信你们去问周达叔和村长爷爷都行。哇哦，娘你咋这么厉害？不愧是我娘，就是有能耐。好了，都低调一点，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出去瞎显摆。此时此刻，刘壁寨的每条路上都很热闹，大家都一窝蜂的往村委会的方向跑。嫂子，你咋这么早就来了？有事儿？熟鸡蛋今早刚煮的，你们几个分着吃了，正好也歇会儿，喘口气。这我可不能收，嫂子你拿回去给孩子们吃。你们这么辛苦，我就只是顺便煮几个鸡蛋而已，收着吧，别跟我客气。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嫂子。快来，嫂子给咱们带煮鸡蛋了。周达笑容灿烂，摆手招呼2个弟弟过来。孟碎碎带了10个鸡蛋，2个弟弟一人分到3个，周达4个。嫂子，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宿做出来的，现在已经做出来20个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能在约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做完50个。我们每做完1个都测试没问题之后才放到仓库里，质量方面你也不用担心。我信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没问题。转天一早就到了之前约定的交货时间，周达和2个弟弟一大早赶着牛车往村委会走，牛车上拉着50套野猪弹簧套，整整50套，每一套都经过测试，保质保量的给您送来了。您可以当着我们的面测试一下，如果觉得没问题，麻烦您帮我们签个字，我们就可以去找会计和出纳结尾款了。你什么时候心眼这么多了？我知道你急着凑钱离婚，你放心，我试试，只要工具没问题，立马就签字让会计给你结账。谢谢村长理解。村长带着人随机抽了几套工具测试，结果自然是没问题。孟碎碎和周达也顺利拿到尾款，按照他们之前算的成本，再加上这2天雇周达2个弟弟的工钱5元，他们净赚230块钱，按4-6分成。孟碎碎拿出144块钱交给周达，剩下的96块钱自己揣兜里。
谢谢嫂子带我赚钱，这是我长这么大赚过最多的日薪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你手巧技术好，老大爷把这些活赶出来，跟你合作我很省心，你辛苦了。哈哈，行了，咱俩就别胡夸了。嫂子，你钱凑的咋样了？要是不够，先把我这100多拿去就行。我记得前天周达还怕我做完工具不给钱，让我先交钱才能给自己做，没想到才过了2天，周达就这么相信自己，你就不怕我到时候没钱还你？哈，所以你得给我立个字据，我媳妇要是既看不到钱又看不到字据，今晚我甭想床上睡了。哈哈哈哈，谢谢你愿意帮我，不过暂时我不需要那么多钱，你能跟我说这些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真不用，那我可就收起来了，嘿嘿。收起来吧，谢谢你。明天是分家给钱的最后期限，孟碎碎就准备回家算算他手上的现金。这玩意这么小能抓野猪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我凭着前世的记忆设计一款捕兽夹，为抢先申请专利保护，并写说明书写到半夜，直到困得睁不开眼，才熄了灯倒头睡觉。却没想刚睡没多久，听见有人跳河，接上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跳河了，快去救人！谁跳河了？孟碎碎从梦中惊醒，连忙抓了件衣服就往外跑。啊，好痛！娘，外边说有人跳河了，现在大家全都往河边跑。我也听见了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你照顾好妹妹们。孟碎碎顾不得头上疼，捂着脑袋，赶紧随着人流往河边跑去。多亏我家那口子刚抓野猪回来，看见河里有个人影，就赶紧往河边跑，就这都没把人抓住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绝路。哎，还好捞上来的挺及时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。都怪老李婆子给逼的，非让她嫁给傻子，不然李家大闺女也不至于想不开寻了短见。这么一看，孟碎碎还是比老李婆子强。当初好大嘴要把傻子介绍给刘招娣，人家孟碎碎死活不答应，不然今天跳河的就不一定是谁了。哎，漂亮的像朵花似的，怎么就想不开了呢？谁说不是呢？白瞎这孩子了。我听说已经没气了。让开，先让我进去。老李婆子正趴在孩子身上哭得正伤心，忽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拽走，随后就看见孟碎碎扒开大女儿的嘴往里看。平日里胆小的她突然疯了似的冲了过去。你干啥呀？孟碎碎，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？你离她远点！滚！我没空跟你解释。你要是不想让她洗，就滚远点。所有人都被孟碎碎的样子吓住，老李婆子的哭声也戛然而止。雨帆，快过来！你把她这样扛起来，肩膀顶着她肚子的位置，头和脚向下垂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雨帆跑起来！孟雨帆扛着李念跑，孟碎碎在旁边跟着。吐水了，你们快看！看见李念吐水，孟碎碎让孟雨帆停下来，平放在地上之后，立刻做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。醒了，快看，七宝娘把他救活了。念念，娘错了，你不想嫁就不嫁，娘今后再也不逼你了。念念他娘，你还是赶紧送医院吧。此时早就没了主意的老李婆子听说要送医院，立马求起了村民，求求大家伙借我点钱，我给你们磕头，给你们磕头。然而村民们并没有借钱给他，并不是大家不借，主要是谁家都没有余钱，而且就算有点零钱也不会大半夜带在身上。这钱你先拿去给孩子看病，马车来了，你快跟着去吧。谢谢七宝娘，谢谢七宝娘。老李婆子死死地把钱攥在手心里，边哭着道谢边往马车那边跑。七宝娘真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知道她救人的招式是在哪学的，看得我一愣一愣的。估计这钱是为了分家凑的，看老李家着急就都借出去了，现在这样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顺利离婚。没想到七宝娘是个讲究人，就冲这事以后，我保证不在背后说她坏话了。孟碎碎看老李婆子上车之后就回了家，又累又困的她躺炕上倒头就睡，转天天没亮就醒了。今天是第7天，也是之前约定好给留住钱的日子。你来什么事？说吧。爹娘，我今天想去一趟镇上，你们看能不能把雨帆的自行车再借我骑一趟？此话一出，在场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，眼神里有惊讶，也有不解。除了借自行车，就没别的事儿了，一起都说出来吧。老大，你爹问你话呢，你有啥困难你就说出来。孟碎碎，你愣着干啥？有啥事儿快说，爹娘不会见死不救。在所有人等待的目光中，孟碎碎吸了吸鼻子，把背筐放在地上，然后从里边拿出了百年人参。爹娘，弟弟弟媳，你们看这是啥？这是人参？对。好家伙，这么大个！这是我运气好在后山上找到的，有了它我就不愁没钱离婚了，我跟孩子们的生活也能过得好一点。太好了，这么大的人参肯定能值不少钱，你是准备拿着它一会儿去镇上卖了是不？是的。这东西稀罕得很，路上加小心，可别弄坏了。雨帆，你一会儿别去抓野猪了，你骑车把你姐送到镇上，跟他一起把人参卖了，多留点心眼，别让人火了骗了。换了钱之后把钱揣好，别让小偷盯上。知道了，爹。杨家人都很兴奋，
嘴里不停地嘱咐着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到了镇上，直奔之前说好的那个药店。顺利的完成交易之后，孟穗穗把崭新的1000块钱揣兜里。你头上的伤咋弄的？刘柱知道你和我哥做生意，喝了点酒去找我哥的麻烦，不让我哥带你赚钱，说你要是因为我哥跟你做生意凑够离婚分家钱，他就跟我哥没完。两人厮打起来之后，刘柱扔三角铁砸我哥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刘柱真是个混蛋，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跟自己有关。孟穗穗顿时变了脸色，咽了下唾沫，尽量保持冷静，便从兜里拿出200块钱交给周大。实在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会去找你，让你受了无妄之灾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赶紧去医院，该怎么治怎么治。看病的钱刘柱要是不出，我也给你出。不用，我身上带的钱够用，你还是先拿回去给刘柱吧。赶紧把家分了以后，离他这种人远点。没事，你先拿着，分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放心去看病，该打针打针，该吃药吃药，别舍不得钱。孟穗穗说完，直接把钱塞给周达，态度坚决。行了，我先带我哥去处理伤口，你也快回村吧。刘柱在我哥家闹完之后，就去你家闹了。这王八羔子，我回去非得弄死他不可。一路飞驰，自行车链子差点磨出火星子。孟穗穗和孟雨帆终于到村庄。娘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你爹人呢？爹、奶奶、七宝和王寡妇都在咱家屋里，他们在咱家做菜吃饭，把咱家厨房里的好东西都翻出来做着吃了。老大，你带着妹妹们站远点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来，这是我跟你爹的事儿，跟你们无关，保护好妹妹们。孟穗穗冷静地交代完，又从兜里掏出几个黑色小喷壶。这是辣椒水，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就对着对方的脸和鼻子喷，即便面对的是你爹和奶奶，也别手软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爹，奶奶，那个贱女人回来了，谁让她不听话？爹，你快出去狠狠揍她一顿！刘柱，你他妈要疯啊！好死不死来我家做什么妖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，孩子们都看着呢，你吓着他们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吓就吓，我他妈吓死这帮小杂种！你生的女儿跟你一样贱，毛都没长齐就敢跟我叫唤，一个比一个不孝顺。刘柱指着不远处的女儿们，越骂越生气，似乎感觉不解气。他迈开步子，直接要冲过去打人。我不仅要吓死他们，我还要打死他们，让你亲眼看着他们挨揍。娘，爹要打我们！操，什么逼玩意儿！刘柱吃痛的骂了一句，下意识躲闪。与此同时，原本等着看大儿子收拾大儿媳的老刘婆子坐不住了，直接扑上来帮大儿子。柱子，你咋样？没事吧？娘，我眼睛好像瞎了，好痛！小浪蹄子，你反了天了，竟然敢对自己男人动手！说完举起胳膊就要打，孟穗穗眼里闪过一丝怒意，把喷头对准老刘婆子的老脸。王寡妇刚冲上去，就听见孟穗穗给6个女儿们下命令：一起喷，喷死他们！电光火石间，女儿们下意识听从娘的命令，不管不顾的冲上来，围住老刘婆子和王寡妇一顿喷。留住3人捂着脸疼的在地上直打滚。孟穗穗，这是咋回事？你把他们怎么了？王叔，就是喷了点辣椒水，没什么实质伤害，顶多疼了点，死不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我骗谁也不能骗王叔呀。您放心吧，我孟穗穗肯定不给您惹事儿。那他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